关于海黄啊，今天想用几句简短的话来跟大家科普一下海蓝黄花梨啊，因为我发现很多朋友啊，对于这种木头啊，他真的是一点都不懂，他每天都是在买珠子啊，就是买不到一条对的。每个商家啊都说自己卖的是真正的海蓝黄花梨，假一赔三呀，假一赔百呀，甚至还有人说假一赔命啊。他们之所以敢这么说啊，确实是因为他们卖的本身就是海蓝黄花梨啊，并且啊也能给你出酱香黄檀的证书啊。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下，酱香黄檀啊就是黄花梨的一个学名啊。你说海蓝黄花梨这么名贵的木头啊，为什么就能随便在各种直播间买到了，并且什么对眼呀、插纹呀，你想要啥的都有很多啊。更重要的就是啊，它的价格还不贵。这里面其实是很多新手啊忽略了一个问题啊，或者说他们压根就不懂海蓝黄花梨这种木头啊，它是分老料和新料的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啊，一定要去记住的，不然啊你们买到的永远的都是新料子啊。而新料的话，它是没有任何的盘玩价值的。今天呢，我就用我的理解啊，来跟大家讲一下，海蓝黄花梨的新料和老料的一个区别啊。我们现在市场上卖的基本都是新料子，海蓝黄花梨的新料啊，可以这样理解，它就是人工去种植的，生长的年份啊，一般也就是几十年的样子啊，颜色是非常淡的。虽然它是有一些酱香味的，但是这种新料子的话，它是没有任何的油性和密度可言的，因为它们的生长环境真的太好了，没有经历过什么狂风暴雨的一些摧残啊，所以它们就可以很快的长大，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啊，它们就可以作为工艺品的一个原料了。而海蓝黄花梨这种老料子啊，它就大不相同了。它需要500年以上的成长时间啊，并且它是在野外生长。你想海蓝那种烈日啊，那种呼啸的海风啊，它是无时无刻的不在鞭策着它呀。所以黄花梨的生长的速度它真的是非常的慢的啊，几百上千年里面的那种新芽，只能长到丸头这么粗。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生长出来的海蓝黄花梨啊，才有我们所说的那种油性和密度。它其实就跟我们人是一样的啊。有的人他就是温室里面长大的，在父母的陪伴下，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啊，等他自己去面对这个社会的时候啊，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啊。这个就有点跑题了。我们现在接着说海蓝黄花梨啊，像我们常说的霸王岭啊、尖峰岭的这种料子啊，真的是非常优质的。不过这种海蓝黄花梨在就是明末的时候就已经被砍伐殆尽了。明朝呀、清朝的一些皇亲呀、贵族啊，他们都非常的喜欢这个木头，所以呢，导致海蓝黄花梨现在价格被炒到了这么高啊。确实是因为太稀缺了，并且还是不可再生资源。最后来总结一下啊，海黄的新料它是没有油性密度可言的，它除了那个香味以外啊，它真的跟其他的普通木头是没有啥区别的。就算是很多带花纹的啊，其实在我这里看来啊，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毕竟啊，这种料子做出来的手串啊，它必须得去胶膜啊，不然这个上面全部都是毛孔，非常的难看。但是你做了胶膜的珠子的话呢，其实是可以这样理解的，就是相当于你盘了一条塑料做的一个珠子。老料黄花梨啊，就是木质更紧密，毛孔也很细，木头啊它是自带油性的，盘完的话也是很容易上手的，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盘出一个玻璃的一个效果。并且这种珠子它真的是非常保值的，毕竟它是这种原材料非常的稀缺啊，你随便拿回去回血啊，别人还是非常认可这个东西的。而新料的黄花梨呢是怎么样？就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，之前啊有一个网友啊，他给我发了一条黄花梨啊，他问我回不回收啊？他说他花了3800块钱买的，他说看你直播间这种货啊，一条都要卖1万多的，你帮我卖给大家，你也可以多挣一点啊。我看了图片之后啊，就发现它是一条新料的，我就直接跟他说了，我说你这个新料啊，在我这里呢，它是1分钱不值的。因为说句心里话，我这种卖老料的商家是打心底里面非常鄙视这种卖新料的。虽然这种新料的这种对眼也是比较难得的，几百块钱的本钱还是要的，但是我们真的不想去挣这个钱啊。其实这个网友啊，他真的就是很典型的那种不懂新老料的玩家。刚做出来很亮的那种珠子啊，肯定是有问题的。真正的老料海蓝黄花梨啊，哪怕是我们卖几万一条的，它起初啊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朴实无华的一个样子啊，它是需要盘完以后才会有发亮的那种效果，就是木头本身的油脂啊，通过你盘完之后吧，渗透出来形成那种包浆。反而那种新料啊，一开始就是非常油亮的，看起来非常的高大上，但是这种珠子啊，只能说它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了。